但其实真的也不一定，可能还是有变数。今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，到底冠军奖落谁家？是高大帅气刚拿下罗马大师冠军的 Alexander Zverev， 还是连续2年都跟冠军擦身而过的挪威一哥 Casper Ruud？ 即便进出忙别的事情，工作也好，剪片也罢，或者是伺候我的毛小孩，电视就像是背景音乐，一直开着，转播我喜欢的球赛。本来只有看羽球跟足球，在2021年5月的某一天的下午，我在家里客厅地板上做柔软伸展瑜伽的时候，意外看到了法国网球公开赛的预告。因为被那个广告吸引，觉得挺有趣的，所以从开赛第1天，我没有一场球赛有缺席，没有看到。从此，网球立马打败其他所有的球赛，突然一跃变成我的心头第1名最爱。说到看球赛这件事情，不得不提到2个对我影响蛮深的日本动漫片。第一个就是《猎人》，第二个就是《食戟之灵》。在疫情爆发之前，刚好回台湾，有大量的时间，我就开始看了很多的日本动漫。加上国中3年，曾经有短暂的时间是体育游泳选手，所以任何有关竞技类的，不管是球赛或者是动漫，我都超爱看。我们再回到网球，其实我问过自己，为什么网球可以击败所有其他球赛，在这几年变成我的最爱？网球的平衡，不管是速度、节奏，是在所有的球赛里面我最喜欢的。另外一个让网球非常好看的原因是，球员的体格都非常好，平均都是180以上，然后没有胖的。大部分的动作几乎都可以用力跟美来形容。不管是红土上的凌波微步，又或者是出其不意的往前小球，又或者是打出对方无可奈何的 S， 更别提很刺激，有时候让人甚至无法呼吸的一来一往无止境的 deuce， 永不放弃，坚持到最后一刻的运动家精神。当然偶尔也会看到输了球失控在球场摔拍，或者是跟现场观众吵架等等，全部都是网球球赛让人着迷的部分。所有可能性都有，没有永远的第一，也没有永远的垫底。让人难过，但绝对是所有体育赛事都会看到的，在2024年开始的时候，已经可以嗅出一股浓浓的世代交替。当然，这也是球赛的一部分，所有职业选手都会面临到的时刻。2人球类竞赛看久看多了之后，发现悟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是，对方打给你的球，往往取决在你前一球怎么打给对方。这跟人之间的关系有极大的雷同，不管是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任何2人的关系，就是一进一退的 tango。那毋庸置疑，当然，今年在红土表现十分亮眼的2位，第一个就是挪威一哥 Casper Ruud， 再来就是希腊好手 Stefanos Tsitsipas， 再来第3个，我预测是27岁的德国好手 Alexander Zverev， 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西班牙的小蛮牛 Carlos Alcaraz。但其实真的也不一定，可能还是有变数。我是指乔帅，除了今年在罗马大赛难得意外的看到他被智利小将
Tabilo 直落二很轻松的拍下。其他的球赛，乔帅的状态真的很好。在红土赛事循环开跑前，曾经是滑雪选手的 Sinner 状态好到几乎没有看到他会输任何比赛的迹象。而且种子选手是这样子的，特别是比较资深、年纪较大的种子选手，通常打到抢七或者是第3局，到最后逆转的，大部分都是有经验的种子选手，因为在抗压的心智上，又或者是比赛大赛的经验、技巧经验上，都会比年轻、经验比较少的小将来得有优势。至于冠军嘛，个人私心的希望挪威一哥 Casper Ruud 可以拿到今年的法国公开赛冠军。可怜的 Ruud 在前年跟去年都输给 Rafa Nadal 以及 Novak Djokovic 当老二，所以今年我不希望他再当老二。不过真的很难讲，竞争真的很大。由于这2个月实在有不少的 deadline 在追赶，不确定本人今年能不能够每场球赛都看到，所以今天特地花了一点时间录了这集，算是小小网球迷的发泄以及碎念，加上我的不负责任的大胆预测。Jannik Sinner、Casper Ruud、Novak Djokovic、Alexander Zverev、Stefano Tsitsipas， 这几个谁拿冠军我都可以，因为他们真的都好强，个个有冠军相，人人没把握。今年法网公开赛的冠军奖落谁家？你觉得呢？